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最近开始慢慢进入寒冬了，虽然我生活在南方，但是晚上睡觉也要加一层厚被子了。而生活在中国的很多人可能就很辛苦了。近日，湖南、广东、江西、内蒙、浙江等地陆续发布了有序用电通知，这一幕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了。浙江发布文件，要求机关办公室区域气温在3度以上不能开空调等取暖设备。一般来说，气温在15度以下，人们就开始感觉到冷了，在10度以下就会感觉到冻。气温在3度，没有取暖，一般人肯定受不了。有网友表示，不能开空调，而且因为疫情还必须要通风，所以去上班只好穿羽绒服、2层秋裤、2层袜子。现在每打一个字，手指都疼。限电不只是影响了取暖，还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限电导致电梯关闭，对于有些生活和工作在20-30层楼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，甚至有些人正在乘坐电梯突然停电，被困在电梯里面。还有多地晚上路灯关闭，再加上风雪天气，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。限电不只影响居民的生活，对于企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对于企业来讲，限电就是停工，让很多企业无法完成订单，面临倒闭的风险。造成中国缺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煤，因为中国的煤炭发电占到了3/4以上，煤炭的短缺从价格上就能反映出来。入冬以来，煤炭价格上涨明显，但同时中国的煤炭进口却大幅下降。11月，中国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43.8%， 而这种程度的降幅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。从今年5月以来，中国的煤炭进口量就开始下降，从8月份开始，每月的降幅达 30% 以上。而进口煤炭的第一大来源就是澳洲。煤炭的缺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。澳洲从今年的5月初开始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中国进行新冠病毒的起源调查，之后又在新疆、香港和南海问题上明确表态谴责中国。最近澳洲还把中共告到了 WTO， 所以针对澳洲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共的谴责，中共对澳实施了贸易制裁。在煤炭方面，到目前为止，澳洲还有价值7亿美金的煤炭漂泊在海上，等待中国的海关放行卸货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当前中国限制供电就是由于制裁澳洲所致。所以有媒体就说，中国制裁澳洲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其实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，到底是谁搬起了石头，又砸到了谁的脚？不能简单笼统的用一个词中国来代替。搬起石头的是中共，可砸到的却是中国人民的脚。在国际社会上惹事的是中共，把新疆人关到集中营，破坏香港的民主自由等等。这些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外国谴责的只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，而中共要反制，每次都趾高气扬地说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。很多中国人很自然地会以为自己是这里讲到的我们，却不知道其实自己只是代价。因为人民处于国家这个金字塔的底层，洪水要淹过来，自然是先牺牲下面。从这次的限电就能看得出来，多地政府对企业的限电政策是按照等级的，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不限电，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就要断电停工了。中共在中国的内部是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划分的，作为牺牲品的代价就是根据等级由下往上，这在很多层面都有所体现。在政策上，永远都是政治安全第一，人民的利益靠后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时说，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，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是给中共挡枪眼的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在中共高喊不惜一切代价的抗美援朝，100多万的中国人民挡住了美国的枪眼，保全了金家和中共的独裁王朝。另外，在地域上同样有等级划分，有偏远地区、农村、县城、城市，而城市又分为1线、2线、3线。在60年代中国发生大饥荒的时候，饿死的都是农村人，而大城市就正常供应物资。在1994年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的大火，让领导先走，最后领导都走了，
300多名学生烧死了，这也是体现了谁是我们，谁是代价。2018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捕之后，我有一个朋友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说，孟晚舟加油，我们14亿中国人和你站在一起。我就回复他说，人家孟晚舟有7本护照，资产过亿，豪宅无数，全家和孩子都在加拿大生活，你想和他站在一起，你说人家会不会正眼瞧你呢？中国人需要明白的就是自己的位置，只有认清自己是随时可能被牺牲的代价，才能提前做好准备，或者把握住机会，逃脱做代价的命运。而只有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中共，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。当他们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，不要自我标榜，你只是代价。当然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了，哪个国家不是这样？每个国家都是金字塔。每个国家都是金字塔不错，但是金字塔的形状却不一样。中国相对朝鲜就好一些，毕竟整个朝鲜都是在为金家打工。有民主的美国对比中国又会更好一点。美国的社会结构比起中国主要有2大不同。第一，美国的2党制和3权分立，相对于中国的1党专政，金字塔的顶端相对会更平坦，而不是像中国权力和社会资源掌握在极少数的人手里。第二，美国全民参与政治，底层的人民决定谁可以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民主选举保证了不同阶层的人员流动，而中国则是寒门再难出贵子。所以由于这2点，美国虽然也是金字塔的结构，处于底层的人民同样也是代价，但美国政府却必须要考虑这些代价的感受，因为由于权力的相互制衡和人民拥有选举权，美国的执政当局既被政敌监督，又需要对选民负责。小粉红和五毛喜欢说哪里的人民不是韭菜，哪里的人民不是代价，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，但是民主国家对待代价的态度可完全不一样。而且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代价们，韭菜们，他们很清楚明白自己是韭菜，所以他们会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，而不是去关心镰刀。但是在中国呢，就刚好相反，在1党专制的社会里，中共永远执政，不需要考虑韭菜们的感受，可以随便拿来作为代价。然后呢，为了让韭菜们甘愿牺牲，通过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对韭菜们进行洗脑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牺牲。这一点从中美贸易战就能体现出来。中共从一开始就高喊不惜一切代价，而且还能同时让代价们欢欣鼓舞，而川普只能一再地向美国人解释打赢贸易战的代价很小，面对中国的反制还会补贴付出代价的农民，最后签订了第1阶段贸易协议，让中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，来弥补因贸易战损失的美国人民。当媒体以2国人民都叫苦连天作为标题的时候，却没有点名的是，中国百姓叫苦之后更加痛恨华盛顿，美国百姓叫苦之后也更加痛恨华盛顿。在中国，代价不知道自己是代价，这是中共能称霸世界的最大武器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回应了五毛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反共就是个生意。网友猎人 Leo 说，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利益。说这话的人就好像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，没有对错，只有利益，没有任何信仰可言。如果一切都仅仅只是为了利益，人类这个种族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网友鱼龙说，一切都是为了利益，再往下一步就是适者生存，权力万能，高级统治低级，高级消灭低级。网友 Groove Hush 说，最烦有些人老爱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确实如此，即便是乌鸦本身是乌的，那也有最黑的和一般黑的，还有浅黑的，这些说法本质都是相同的，就是一棍子打死，混淆正义和邪恶的界限。网友陈宏文说，两样东西是钱买不到的，一是正义，二是老子不愿意。无耻之徒的言语在浑水中摸鱼，捞取好处，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。网友亚多拉马雷克说，台湾人反共得到的利益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；小粉红挺共得到的利益，镰刀割得慢点，温柔点。
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请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